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这个频道呢是关于产品经理、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这样一个频道。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关注我哟。那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什么呢？那很多人都问我们说，产品经理，你一般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呀？我说一般就2件事吧。第一件事就是开会，第二件是什么呢？就是写各种文档，比如说真的是文档，或者是 PPT， 或者做各种各样的 presentation 什么的。当然了，这个只是表象，所谓的文档，所谓的 PPT 呢，它只不过是一个载体，真正在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故事。就产品经理要给人讲故事，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以前是怎么样的，现在是怎么样的，有哪些理由，所以我们要这样。这个是通过文档和 PPT 的形式或者是报告的形式来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在展现一个故事的过程中呢，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说服别人。那比如说做用户研究，对吧？把用户拿出来，用户就是上帝说怎么样，对吧？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就要讲的就是数据分析，就是你怎么通过一些数据，然后呢来讲一个故事，有哪些种常用的基础的分析的框架和方法。那今天呢，我就讲数据分析的3板斧。一般来说，用这种3种角度去看待一个数据，有的时候呢就能找到一个怎么样呀去讲故事的这样一个角度。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一点吧。好，我今天呢会有一个虚构的例子来讲我们今天的内容。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电商的网站，这个电商网站不管是亚马逊还是京东还是天猫，那它不是有一个这个商品的页面吗？那商品页面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按钮，就比如说亚马逊它有一个按钮是可以放入购物车，也有一个按钮是直接购买，对吧？好，假设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买点，通过这样的这个数据收集，好，我们看到说，这个直接购买的按钮，它的点击率我们叫 CTR， 点击率是3%。那么这个地方问题来了，这个3%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如果说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3%，如果只是说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意思在里面，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讲出任何一个故事，没有办法，你没办法说我有一个观点，因为这个事情是3%。所以呢，有哪3种方法去从这个地方入手，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分析呢？第一个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也可能在我们英文里面叫 no-brainer，但是实际上在实际的工作中，如果真的能做好这一步的人就已经非常出色了。是什么呢？叫对比。什么叫对比呢？一个数字，比如说3%，当它不和别人对比的时候，它本身不蕴含任何的意义，但是一旦有对比，你就能看出它的意思了。那对比有哪几种对比的角度呢？第一个角度就是时间对比，最常见的，比如说现在你的这个点击率是3%，上个月是多少？也许上个月是2.5%，那故事来了，我们的这个点击率跟上个月相比怎么样呀？提升了。好，那后面就说那为什么提升了，对吧？那还有一种常见的呢，是跟同一时间的一个年份之前做对比，比如说同样是1月份是3%，那么去年的1月份的时候是多少呢？去年1月份是3.5%，那跟去年同期相比呢，这个就怎么样啊？就下降了。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比呢？是因为在很多时候的这个生意的模式里面，它有所谓的季节性，英文叫 seasonality。那就比如说你拿1月份跟12月份比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有道理，因为12月份可能是有这个，比如在美国有所谓的新年假期圣诞假期它是个不太正常的月份，所以也许1月份跟12月份比，它的这个点击率的一个上升只不过是一个季节性的因素，所以你得1月份跟1月份比，所以你得跟去年的同期比。这个呢，就第一个叫时间对比。第二个呢叫空间对比。你说我这个按钮的点击率是3%，那我看看这个网站上或者这个页面上其他按钮的比例是多少，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是高还是低。比如说你会发现，这个怎么样呀？加入购物车，它的点击率是15%。再比如说在购物车里进行结算的这个点击率是14%。等等，你可以通过这种空间上的这个比较，在其他的这个按钮上的比较来进行看，说这个到底属于高的呢，还是属于低的？这叫做空间对比，在同一时间下的空
空间对比，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叫做什么样呀？横向对比。横向对比就是说，跟别的相似的做对比。比如说你说啊，我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有这样一个按钮，它点击率3%，那么在行业里面其他公司类似的这样的按钮，它的点击率是多少呢？或者整个行业的平均比例是多少呢？你看原来整个行业的平均比例是2%，那说明我们怎么样呀？做的优于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水平。当你跟这个横向进行对比的时候呢，你又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呢，我总结一下，第一点叫对比。那对比有3个常用的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哈。那第一个叫做时间对比，跟过去的自己比。第二个叫空间对比，跟同一时间下的其他的东西做对比。第三个叫横向对比，就是跟整个行业或者跟竞争对手或者跟别的产品进行这样一个对比，这是对比。那对比听上去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哈，但是实际上真的把这个事情做好，你就已经可以拿出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故事，在你的这个报告里面得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见解。那这是第一点，就是数据如果没有对比，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刚刚讲的对比，第二个叫下钻，就是 drill down， 就是把这个数据把它钻到它下一层的数据上去。就这个数据可能是有很多很多数据，然后混合在一起的，往下看就能看出各种各样不同的故事。那有哪几种常见的呢？第一种下钻的方法，我们英文叫 break down， 就是把这个东西分解为很多互相并不是怎么样呀重合的这样的一些分布。比如说假设你有一个全球的数据，对吧？全球这个按钮是3%，那你可以把它怎么样呀分割为那比如说在英文可能是4%，可能在日文是2%，那你可以分开英文和日文的这种做法，对吧？也许你也可以看不同的品类可能是比如说如果这个产品是电子产品，可能是1%；如果这个产品是家居产品，比如说洗手液呀或者肥皂也许呢这个点击率是5%，对吧？都有可能。那你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品类来把它怎么样呀 break down。还有一种，比如说你还可以 break down 什么呢？可以 break down 别人来购买你这个产品的平台，比如说是在电脑上购买的，还是在手机上购买的？手机上又分为是在页面上购买的，还是在应用上购买的？应用上又分为是在 iOS 购买的，还是在安卓上购买的，对吧？其实同样一个数字，但是呢，你把它 break down 到不同的这个怎么样呀？分解到不同的地方去看，这个里面能看出来非常多的一些道理。比如说，也许你这个是3%，但是呢，你看，其实呢，在网页上可能只有1%，但是呢，在安卓平台上可能有3%，而在 iOS 平台上可能有5%。这其实又可以讲一个故事。还有一种下钻的做法呢，是叫 decompose， 就是把这个东西把它的这个逻辑关系分解为几个不同的维度。就举个例子，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按钮的点击率是3%，但是点击率是由什么得到的呢？点击率等于点击量除以浏览量，英文叫做 click divided by impression。当你看到现在的这个点击率是3%的时候，你还可以看看，比如它的点击量是多少，它的这个 impression 是多少。那比如说你看把这个3%意味着可能在一天里面它有3万次的点击，然后有100万次的这样的一个浏览。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对比以前的数据，比如说你看去年同期，去年同期可能它是怎么样呀？是2.5%。举个例子，可能去年同期它的这个 impression 也是怎么样100万，但去年的点击变成了怎么样呀？2万5。那么你可以看到原来 impression 没有变化，但是点击怎么样呀？提高了。也可能是另外一种 the other way around， 可能是也许点击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用户的浏览量变高了。这个其实也可以帮助你发现一些怎么样一些信息、一些故事。所以呢，这是一种这个下钻 drill down 方法，就是把一个东西它在逻辑上 decompose， 把它分解开。那这个跟 breakdown 不一样 ，breakdown 是说把这个东西在它的覆盖面上分解开，而不是把它逻辑上分解开。刚才我讲了，第一是怎么样呀？是对比。第二呢是下钻。第三是什么呢？第三个东西跟下钻在本质上是非常相似的，叫做分布。分布就是下钻一般来说是在一些非常有限的，比如说你想看一下各个不同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是3%，那么 iOS 怎么样 ，Web 怎么样，安卓怎么样？但是呢，这个它非常有限，它可能就只有2个或者3个让你来进行这样一个分解，对不对？那么分布的意思是你会有
很多很多的一个数据点，因为当你切割的时候，你会切得非常非常非常细，然后导致呢，你在看它的时候啊，你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看，看作是一个整体。举个例子，如果你看到了你的这个网站的这个按钮的点击率啊，它下降了，那你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说，我觉得哈，就是人如果会要跳过这个购物车，然后直接去点击这个按钮的话，就是不进入购物车，直接按按钮购买，那么意味着这个人对这个网站上的这个购物啊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那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样的人会对网站上的购物非常有信心呢？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是这个人是个老用户，就是他经常在这个网站上买东西。那我怎么能去看待一个人这个是不是老呢？你可以去看这个人从他注册这个网站，比如他注册亚马逊或注册京东，到现在为止，他在这个网站上所使用的时间。然后你把整个这个东西的分布做出来，比如说你这个的怎么样呀？横轴是这个用户在这个网站上已经注册的时间，纵轴就是这个点击率。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可能哈，这是我自己猜测啊，可能是一个这么着的一个图，就是说随着这个用户在这个网站上所待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平均的 CTR 会越来越高，也就是说，这个是基于用户在这个网站注册时间和它的这个点击率的一个分布，英文叫 distribution。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点状的一个 plotting 的这样一个图，这是第一个。我还有一种想法，为什么样的人会去跳过这个购物车直接进行购买呢？说明他对他买的东西有非常强的怎么样一个自信，就是他知道我这个买的肯定是对的，我不用看别的了，哎呀，就是它了，对吧？他不需要说我先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当然这个是我的猜测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然后我会做什么分析？我会做这样一个分布的分析。我想看这个什么样的 distribution 呢？怎么样的分布呢？我想说，一个用户在他点了这个按钮之前，或者说点这个按钮的这个百分比和他浏览量的一个分布，也就是说，横轴是你在购物之前你所浏览的商品的怎么样呀一个比例，那么纵轴是这个直接购物的 CTR 和这个点击率。那么我觉得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如果用户浏览的这个商品越多，那么这个 CTR 可能会下降。而如果一个用户他浏览的商品非常少，比如说他做了一个搜索，然后搜完之后马上就进到了页面上，然后非常有信心的啪按了一下直接购买，那可能怎么样呀？也是一个这样的分路。那这个分布很可能是个反过来的，就是说它会是一个，比如这个是横轴，这个是纵轴，它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项，就是随着看的这个网页的或者商品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个 CTR 是这个分布是不断下降的。那这个也有可能有别的原因，比如说你可以看，也许有的人去直接点击购买，而不是选择放进购物车的原因，是因为他经常购买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可能就跟他购买商品的这个 frequency， 就是他的这个频率，同样商品的频率，你也可以拿出一个分布来看这个它的分布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对吧？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分布。那分布是一个更多像一个你虽然也是切割，但是切割的非常非常细，最后你看出来是一个图形的这样一个结果。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讲故事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讲了3种吧，常见的去作为产品经理去分析一个数据的角度和方法。那通过这些呢，你从一个数字出发，就可以讲出一些故事，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呀？对比，就没有对比怎么样呀？你就光一个数字3%，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在里面，你必须要对比。第二，有对比之后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下段，就是可以把它 break down， 或者是可以把它 decompose，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怎么样？就可以看它的跟另外一个事情的分布，就是把它切成非常非常非常细的一个东西，然后把整个画一个图出来，然后看它的分布是什么样子的。好，说到这个呢，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说到对比呢，我就不得不想到我小时候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什么呢？当年啊，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我吃东西就是小时候特别这个能吃。然后呢，我有个邻居，他们家小孩怎么样呀？特别不爱吃，他们家妈妈就特别愁，说哎呀，这个小孩子怎么不爱吃饭，怎么办呀？然后他就会把我请到他们家里去，然后给我做特别好吃的，比如说有红烧肉，有鸡腿，然后我看着吃我就狂吃，然后他们家的儿子就看到我吃之后，
然后就说也开始吃东西了，就向我学习，就把我作为一个吃东西的一个标的去学习吧。那这个就跟我今天讲很有道理，就是怎么样横向比较，要跟这个一个 benchmark， 对吧？不管是 industry average， 就是这个行业里的平均数，还是别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比较的方式，只要是怎么样横向比较，有一个 benchmark， 对吧？你就可以产生怎么样一个逻辑吧。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请记得给我们点赞。有任何问题，请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